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读书片刻。今天是我和沈哲的周年纪念日。我按照往年那般，在家里准备了大餐。沈哲发消息告诉我，还有半小时回家。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车库里的红酒忘了拿。给沈哲发消息叫他取，却半天没得到回复。想来手机放包里了吧？你回来记得把红酒带上来。算了，我自己去拿。我下楼走向自家车库，发现沈哲的车已经停在了车位上。刚想上去打趣他，车辆的晃动和隐约的声音却把我吓停了脚步。我看见沈哲衣衫半退，正和一个眼熟的女人在车里做出一些亲密动作。一时间，我浑身冰凉，手上的钥匙串也落在了地上。但他俩打得火热，车辆有待隔音，似乎什么都没发现。我失魂落魄走回家里，手机滴滴作响。B41车位的能不能有点素质啊？要搞回家搞，我带孩子路过呢。我去，还真有人在车里那啥呀，就差把衣服脱光了。得亏我捂着眼睛。业主群就这件事盖起100层大楼，而 B41正是沈哲今天停的车位。半个小时后，沈哲捧着一束香水百合回家，上面还有喷洒的水滴，煞是好看。而我还没闻到香味，就泛起一股恶心。因为我回来的路上已经想起那个女人为什么这么眼熟了。她就是我们小区外的花店老板娘。沈哲尴尬笑着，语气里全是试探。刚在车上没注意消息，你下去拿酒了吗？我回过头看着沈哲笑，被沙发挡住的手早就握紧了拳头。本来想下去，怕我锅里的鱼烧糊了，就没下楼。在回到家里时，我给沈哲又发了一条消息过去，还是你拿回来吧，我做饭来不及。沈哲松懈了一分，换鞋过来拥抱我，而我埋进他的怀里，浓郁的男士香水却根本掩盖不了欢愉后的气味。此时，我客厅里的电视突兀地播报起一则新闻：近期有大量年轻男女突遭横祸，经调查后发现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曾经都去过福山庙的姻缘树一起挂红绳，背叛的一方皆以各种方式离世。吃完饭后，我在厨房里剁明天中午吃的肉馅，刀拍案板的声音啪啪作响。欣欣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拿你手机下去买包烟，快抽完了。话音刚落，门就关上了。他那做贼心虚的姿态，好像后面有鬼在追着他。而我继续在厨房里挥刀。大概小时候吃了太多苦，我早就养成了坚韧的性格。我能陪沈哲从0到1，陪他在创业初期熬大夜跑商务，但这同样养成了我睚眦必报的习惯。在生活工作上给我使绊子的人，我总是一一奉还。刚刚那条新闻里的福山庙，我和沈哲也去过。就在前几个月，他在树下取出戒指跟我求婚，说要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看着那滩肉沉思片刻。背叛的人不应该吞1000根针吗？死了真的好便宜。大概是那新闻把他吓到了。沈哲比我想象的还要谨慎。他拿走我的手机，把业主群的几百条消息全部清空。下楼的时候还把车子换了个地方停，甚至旁敲侧击发消息给我闺蜜。欣欣前天有跟你说什么吗？闺蜜一头雾水。没呀，前天不是你们纪念日吗？她老早就回家了。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沈哲敷衍，快了快了。看到闺蜜转来的消息，我忍不住发笑。
妈的，要不是你告诉我，我真看不出他是个死渣男。你别轻易放过他，有事叫我。闺蜜仗义发声。放心，他不会好过的。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沈哲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。他给我带了快2年的话，我到现在才知道。但又说道：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任何事都会露出马脚。我朝屋里的沈哲说道：我妈喜欢向日葵，我去给她买一束，你等我。今天是沈哲跟我回家商讨结婚事宜约好的日子。他爸过世早，妈妈又不管他，所以这些事只消跟我们家里的人讲。我跟你一起去，你拿不动怎么办？沈哲理所应当的跟我去了花店。蒋熙在看见我和沈哲一同进店时，明显笑容都僵了。他没有沈哲演的那么好，嫉妒混杂着厌恶，一瞬间快要把我淹没。但沈哲突然挡住我的视线：这一束怎么样？挺漂亮又大方的。我和沈哲选好花，他最后连付款都不要我去，美其名曰给丈母娘买花，哪用我出钱。他背对着我和蒋熙，在眼神示意什么，我并不知道。回到车上，我把广播电台打开，第一条听到的新闻又和那姻缘树有关。去过福山庙的情侣死亡案例已超200，警方已介入调查，但目前为止毫无线索，现今只能让去过福山庙的民众自行注意安全。沈哲，绿灯了，你干嘛呢？身后车辆不停鸣笛，在我的提醒声下，沈哲才回过神来开车。我装作不经意地提到：你说这报道的是真的假的呀？沈哲把着方向盘的手明显收紧，面上却笑道：估计就是吸引流量的噱头，这种事怎么可能是真的呀？而且就算是真的，也轮不到我俩，我们可是马上要结婚了。不过这新闻还挺有意思的，我伸出手比划在眼前。无名指上的钻戒被阳光照得闪亮，对吧？沈哲此时眼神冷了下来，回答：到了家里，我爸我妈正在厨房里忙。没过一会儿，我们4人就都在饭桌上准备开饭。你俩婚期看好了吗？打算什么时候办呢？我们好操劳酒店什么的。我妈对这事特感兴趣，当初她和我爸穷就没怎么办过，请了一顿饭就当喜宴了。又因格外爱我，才希望什么事都妥帖，让我不留遗憾。沈哲刚要装一副孝顺模样开口，我筷子却落碗上：不办了。3个人顿时一惊，特别是沈哲，他瞪大了眼睛，在一瞬间似乎望了眼。我最近来了个新项目，跟进工程，估计得忙3、4个月，婚礼得推到明年了。一时间3个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我爸看着我，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吗？我点了点头。沈哲温柔一笑，搂住我的肩膀：没事，那我们就等到明年再说，反正我和欣欣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不急于一时。但我妈才是最敏锐的那个人，她忧心忡忡地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讲话。刚刚说的话并不是假的，但这个项目我昨天才接下，难度大，耗时长，精心挑选出来的。大概因为我没提前告诉沈哲这件事，他生了很大的气。但我认识他，10年如一日，在我面前装成谦谦君子，根本没由头在我身上发脾气。所以沈哲给我发消息，之前的客户来成了，我去接个风，晚点回来。而他晚上根本就没回来，跟我说睡在办公室附近，回家太麻烦了。第2天，
我独自去了花店。蒋熙眼下的青黑和身上遮盖不够严实的痕迹，显示了昨晚到底如何激烈。这回他见我没有恨，反而像受宠的贵妃向我炫耀：“姐姐你自己选吧，我昨晚累到了，先在这里坐一会儿哦。”我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男朋友那么折腾你呢？”蒋熙语气暧昧，他说他前女友从不让他这么玩，跟我才感受到了乐趣。我能怎么办呀？还不是都依了他。不知道是不是沈哲给他带去了婚礼延期的消息，让他笑得那么开心。沈哲这人从小也吃了很多苦，但他学会的是察言观色、审视利弊，还有花言巧语。我曾把那些情话视为珍宝，到现在看清才知道是砒霜，是毒药。这几只金鱼草真好看，帮我包一下吧。沈哲的那辆车被我弄去维修，而他最近开起了我那辆。沈哲亲了亲我的脸颊：“辛苦你了，欣欣，我上班去。”他的工作更忙，生活上比较琐碎的事都爱交给我处理。换车开这种事常常有，我都不用找理由去监视他。晚上看着沈哲一边发来加班的消息，一边和蒋熙在车里搞得火热，我的心越变越硬。福山庙的事愈演愈烈，网上有人说这是对现代快餐恋爱的诅咒，也有人说背后站着一个借机生事的变态杀人狂。我手机天天收到诸如此类的消息，我猜沈哲也是，因为他最近觉浅了不少，整个人神经质质的。从地下停车场出来，听到人走动的声音，他要立马回头确认。买东西过马路，他一定要走人群中间，就连累的在沙发上睡着。我拍他的肩膀，他都快挥起手来抵抗。怎么了？困就去床上睡一会儿，有什么事我叫你。沈哲看向我的眼睛充满恐惧，我不知道他梦见了什么，但他演员的基本素养不错，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是怔愣几秒，然后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没事，我自己待一会儿就好。”他要搭上我肩膀的手终究没有落下，改为一记轻拍。我收走了摆在他面前的牛奶，拿到厨房清洗。但是这样的日子不长，在一天下班路上，我收到沈哲慌张传来的信息：“你知道吗？李阳死了，就是那个跟我们一起去福山庙的李阳，他坠楼死了。”等到沈哲回家，我已经从闺蜜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大概。当初我们4人结伴而行，双双绑了红绳在那姻缘树上，但那李阳是个爱偷吃还不聪明的。上个月被女友抓到，2人吵架分了手。据说李阳死在昨天凌晨，半夜他还在跟新认识的女孩过夜，突然就说有事出门，在一个荒废的烂尾楼区摔死了。他此时神情惊恐，满头大汗，我却歪着头，眼神空空。李阳死了，你慌什么呀？沈哲不敢告诉我真相，我猜他一是怕死，二是不敢面对我。要一个伪君子撕下面具，的确十分困难。沈哲似乎察觉了什么，开始尽量少回家。但我依旧知道他在办公司或是蒋熙那里担惊受怕。我买通了他的公司助理，也买通了蒋熙。公司助理简单，我甚至都不用自己出钱，沈哲公司1%的股票就已经能吊着他跑。而蒋熙，我知道她怀孕了。这女人爱自作聪明，我说让她上位，她也跟着往洞里钻。你猜沈哲知道你怀孕了，会娶你吗？我手上抱着一束新的金鱼草，我劝你不要告诉他我已经知道出轨的事，不然你会被抛下的更快。
果不其然，沈哲没回来的第2天，蒋熙主动联系我了。蒋熙在沈哲那里受挫，看到我咬牙切齿：“你到底想做什么？”我喝了一口咖啡，多要一点钱，然后分手罢了。见钱眼开的女人，我看她气愤，突然笑了：“那你和沈哲算什么？不三不四的2位。”虽然蒋熙被我气得不轻，但我告诉他，只要配合我，到时候分手了，他俩随便怎样与我无关。他还是点头答应和我私下联系，毕竟他标榜自己和沈哲是真爱。这天沈哲终于回了家，我手机弹出一条推送，有情侣辟谣，称和平分手后2人一起去福山庙取下红绳，现在都有各自的爱人，根本没事。下边评论区也有其他附和的情侣。我看旁边眼睛直直盯着屏幕的沈哲，也在看这一条新闻。3天后，沈哲急匆匆地跑回家，似乎后边有什么人在追他。平时最在乎形象的人，衣服都乱了。欣欣，我求你个事。他向前捉住了我的手：“你最爱我了，是不是？你跟我去福山庙一趟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把那个绳子取下来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娶你回家的。”我抚摸他出汗的脸颊，笑道：“你又没出轨，干嘛担心这个？求你了，我们就……”我抽出了手打断：“不去。我出轨了，我出轨了。你就跟我去一下吧，有人要杀我。”站在我对面的沈哲说完这句话，仿佛力气都被抽空，绷紧的精神状态却放松下来了。我走到他旁边，摸了摸今天又新买的花：“沈哲，你看这束花漂亮吗？这种时候了，你怎么还管花漂不漂亮？”沈哲刚要指责我，突然又在原地愣了1秒。他盯着我手上的花出神，然后大吼出声：“你早就知道了！”我跟没听到他的话一样，又打开手机。一串令人浮想联翩的声音传了出来，里边夹杂着蒋熙叫沈哲的名字，沈哲对蒋熙诉说我的坏话，还有他们最激烈时互相诉说的爱意。我看着沈哲的眼神全是悲哀。本来我想过要不要跟你谈谈的，但是我真想不出来，短短1个月，你能加这么多次班，不回这么多趟家，还和别人说什么其实我最爱的是你。你晚上抱着我睡觉的时候，连一点愧疚都没有吗？好笑。沈哲眼神慌乱：“不是的，欣欣，都是别人勾引我的，他们总是想爬上我的床。”我却抓住了其中的重点：“哦，他们。”一瞬间，沈哲噤声了。看着眼前的沈哲，他好似有一点和以前那个翩翩少年重叠，又好似根本不像。时间总是轻易地改变我们身边的人，在你毫无察觉之中。不过我还真是感谢福山庙这事，想来过不了多久你就要遭报应了。沈哲脸色变了：“不行，你不可以这么狠心，你跟我去把红绳取了，不然我真的会没命的。”他眼看就要上前抓住我，强有力的身躯笼罩着我。“你敢碰我一下，我真的不会跟你去了。”我冷冷说道。沈哲的手停在了半空中。多有用的威胁！当可以挽救的性命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再想疯的狗也会刹车。给我转2000万，下周之内公证。沈哲声音嘶哑：“你未免太狮子大开口，不然免谈。”我和沈哲彻底撕破脸皮。到这种地步，他了解我，怎么都没有机会挽回了。我和沈哲到公证的地方签字盖章，该印的东西我早就叫人给我准备好了。我们在一起7年，
真的要做这么绝吗？沈哲直勾勾地看着我。这句话应该反问你，说我无趣，身材变坏，像个管家婆的是你，背叛这段感情的也是你。闹不成我还要装不知道，忍受你继续偷吃？好笑。我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我的行李也早就搬了出来。2000万对于沈哲来说，咬咬牙也能给，但不会让他不痛不痒。狗不能逼急了，没有退路的时候，他疯成什么样，我难以预料。我发消息给闺蜜，这几天再派点人送她回家吧。闺蜜秒回，没问题。恐吓只是给沈哲添点小料，我怎么会让他好过呢？他根本不知道，这场死亡已经是既定的事实。等到沈哲叫我和他去福山庙时，我开始用各种话语推脱。新闻报道里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千，每天前往因缘树取红绳的人也愈发的多。你看看，承诺就是一个没有成本时非常脆弱又缥缈的东西，绑不住任何人。当你要付出代价时，才真晓得是不能乱发。和老公去医院，感觉肚子里的生命分量越来越重了。蒋希附带他挽着沈哲的照片以及产检单，也不知道蒋希用了什么办法，沈哲的朋友圈也开始出现他的痕迹。亲近的朋友，我早就打了招呼。我爸知道的时候，差点想冲到沈哲办公室跟他拼命，而我妈拦了下来。我把钱都转给了他们，让他们安心，我不会吃亏。剩下来打探的人，我一律没回，居心叵测的，想看笑话的太多了，我懒得应付。沈哲电话短信催了我好几天，我都说没空。这天刚上班一会儿，门口就闹了起来，听声音我知道是蒋希来闹事了。周欣欣，你有本事收我老公的钱，怎么没本事办我老公让你办的事？蒋希在门口大喊，他说她是孕妇，保安只敢架住她。我笑了笑，这么早就喊老公，你和沈哲领证了吗？蒋希听完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像沈哲那种人，他缺少家庭的爱，用孩子绑住他是可靠的。毕竟他经常跟我聊他那对不负责的父母，然后自说自话要做一个负责的家长。但他不会立马跟你结婚，我和他在一起7年才提上日程，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吗？反正你必须跟沈哲去把事情办了。蒋希大叫。他和我交易完成后得意洋洋，殊不知其实和沈哲分开才是我计划的第一步。算算时间，沈哲应该被我折磨够了。公司助理最近传来的图里，沈哲连胡须都没刮，他们公司的人几乎都知道我的存在。这几天异样的眼光和我私底下叫跟踪他的人，怕是让他身心俱疲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答应可不是因为蒋希闹事，而是谎言是有时效性的。我和沈哲到了当初他朝我求婚的地方，他来的时候非要带上蒋希。我知道他不是炫耀，也不是爱惜，只是他害怕。沈哲骨子里第一怕穷，第二怕死。按照视频里那对情侣所说的方法，我取下了写着我和沈哲名字的红绳。其实说来挂了还没半年。当时来的时候，庙里几十棵树上面全部红色飘飘，看起来多的要把树枝压垮了。现在稀稀松松，地上还有才扔掉的。这个地方怎么看起来这么阴森啊？沈哲，我们快走吧。蒋希抱上沈哲的胳膊，眼睛不停观察四周。沈哲本来在我面前一直拒绝和蒋希亲密接触，此时都忘了。他所谓的风度，
当然，在我看来，他怎样都让我恶心。事情做完，我转身要走。欣欣，沈哲叫道。我回头看，他眼神里一丝不舍，而他身边的蒋希满眼警惕。一阵风吹过，他开口轻声：“我们以后还可以做朋友吗？”瞧，多附和那些和平分手前任的模样啊！我扯开嘴角笑了，别跟我装了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维持表面和平，实际上私底下怎么骂我还不一定呢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祝你幸福，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这句话算我对你的诅咒。我不缺前任当朋友，特别是你这种出轨恶心的前任。在车上，我立马在某个群里发了条消息，可以把视频删了，辛苦你们了，好好休息。OK， 周姐。说完这个群聊被我们删除。刚刚我通知那2个人，其实是前段时间在网上说和平分手，现如今过得很好的视频博主。他俩是我工作认识的合作伙伴。视频一发，有人推动，关注这件事的人几乎都知道到了。每次一回来，沈哲吃的东西里都会被我加些安眠的药物，然后我再闹出动静，像敲玻璃、剁肉之类的声音，几天沈哲就临近崩溃了。沈哲向我坦白那天，我让跟踪的人加了些动作，果不其然，沈哲怕死，跟我谈判。我躺在车上，眼泪却有些控制不住地下坠。一个人要忘掉7年的感情，容易吗？我猜不可能。那些经历的点点滴滴，全部印在我身上。我的每一个习惯，吃饭的口味，甚至说话的语气，都沾染了那个人的影子。但是我也知道，恨比爱更加珍贵。它让我明白，可惜的不是那个人，而是那段我回忆里的时光。视频刚删没多久，这件事就上了热搜。但这还不是令人恐慌的。过了几天，突然爆出取下红绳的情侣依旧离奇死亡。本来稍微平静了一段时间，网络又热闹了起来。那些以为自己安全的人，又陷入了新的恐慌。警察局、医院这些地方已经待满了人，但一切都没用。周欣欣，你接我电话，快点，我们必须谈一谈这个事情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任凭沈哲给我发多少信息，我都没有回复，电话也一律不接。我跟公司请了年假，年假之后就要换到新的分公司去带人。沈哲亲自上门堵人，却找不到我在哪里。此时我也开启我的下一步了。地方新闻报道，UAK 公司老板曾和相恋7年的女友前往福山庙挂取红绳，前段时间出轨分手，被众多人知晓。接下来的发展，我们将继续跟进。所配视频是蒋希来我们公司闹事的那天，我叫人拍的。最近和福山庙姻缘树有关的消息，基本都会大爆。有的人已经开始用这个蹭流量博眼球。确认这是属实的许多公司都和沈哲断了合作，资金链断了，项目也停了。我在放出这些东西之前，就把公司股份全部出售。当然，为了保持合作，我也通知了那位助理。此时我正躺着看他给我汇报沈哲的情况。他妈的！这个操蛋的福山庙，这些傻逼，凭什么撤资？偷拍的视频里，沈哲在公司里摔东西发疯，什么脏话全在他口里出现。不出意外，这个视频明天也会登上地方新闻吧。看着这个他孕育了所有心血的公司摇摇欲坠，我高兴地笑出了声。果然，
报酬会令人特别爽，这话不假。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吧，尽早辞职，注意安全。我给助理发去最后一条消息，双方互删。但我没想到，这疯狗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查到了我现在的住所。沈哲在我小区附近堵了我几天，就连我通知蒋希来把人拉回去，他也无动于衷。欣欣，我只想跟你聊聊，你就下来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信我？看着沈哲源源不断的短信，我并没有选择拉黑，就是因为我认识了他这么久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我特别清楚。看着时间到达下午3点，我给沈哲发了一条短信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回复他。到最近那个咖啡厅等我。沈哲立马回复：好，好。外面的人给我传消息，沈哲已经按照我的要求到了地方。10分钟后，我赶到了咖啡厅。坐在我对面的沈哲似乎在这段时间里老了好几岁，他头发有些凌乱，胡须已经很明显了，但他还是在看到我时整理了几下他的西装。新闻你都看到了吧？沈哲小心翼翼地看我。我笑了笑，难道你是来找我要回那2000万的吗？沈哲脸色一僵，我猜他确实想过这么做，但他下一秒又突然泄气了。他似真情意切地看着我，身体前倾，想要越过桌面抓住我的手，而我身体后仰，躲过了这一举动，让他在空中的手略显尴尬。沈哲若无其事道：欣欣，你看到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只是想再多和你亲近一下。我抬了抬眼皮，你不是还有那套几百万的房子和蒋希肚子里的孩子吗？生活吃穿不成问题吧？被我揭穿的沈哲却不尴尬。可是我马上就要没命了呀！我思来想去，我这么多年确实对不起你，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爱你的。给我一个机会，在最后的时间里补偿你。我没讲话，静静地看了他几秒钟。沈哲迎着我的注视，根本没有回避，眼底里写满了深情。但是可别忘了，他这样一个利益至上又会演戏的人，怎么可能这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？我打开手机，把一张图片摆在他面前。小道消息，有人称只要背叛的另一方先死去，姻缘树的诅咒就会消失，现今正在实验当中。沈哲看清时变了脸色，而我笑了声：你衣服里层的刀藏得辛苦吗？沈哲愣住，但下一秒笑得怪异无比，偷偷让助理拍我的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他转头就把你卖了。想看我的笑话？那你先去死了吧！沈哲拿出刀，正对着我突然扎下，但吊顶的灯突然松动，垂直砸中沈哲的头部，尖锐的玻璃片刺进他后脊。我被飞散的碎片波及，但只伤到皮外。此时全场的人尖叫、乱跑，我的声音隐藏在混乱之中。崩死了！警察带我回警局调查，得知是姻缘树相关的案子。查看完现场和监控，就把我放了。蒋希得知这个消息，姗姗来迟。他看到沈哲的尸体，一个没忍住吐在地上。我看他捂着肚子，不晓得是因为看到沈哲恶心，还是因为孩子。不是真爱吗？怎么一滴眼泪都没流，反而恶狠狠地瞪着我？蒋希冲过来就要拉我的衣领，我却躲在了警察背后。在警局都敢打人，出门还不杀了我呀？警察叔叔，你不然拘留他几天吧，不然我的安全没办法保障啊！听我夸张的描述，警官有些尴尬。
前边的蒋熙却气疯了：“是你杀了沈哲？是你杀的？”警察还算有风度，任凭蒋熙这个孕妇的小打小闹，也没强力阻止。但我躲在他身后，蒋熙一点都没碰到我。我突然笑得很大声：“杀了沈哲的是你呀！要不是沈哲背着我跟你搞，怎么会有这么一出事？”蒋熙却不听：“你骗了我和沈哲，你把钱还来，都是我的钱。”后边赶来的女警官把蒋熙控制住，她力气比不过架着她的两人，只能摆动身体疯狂叫喊。我从警察身后走出来，站在蒋熙面前：“要不你还是快点回家吧，晚一点，沈哲那些房子、钱马上就要被他的穷亲戚分光了。沈哲已经死了，但对蒋熙的报复才到一半。进警局之前，我就叫人通知了沈哲的亲戚去瓜分财产。当然，我只是带去了一个沈哲死亡的消息和一点点暗示。早就虎视眈眈的那群人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别人跟我讲，那边现在已经吵成一团了。那个从来不管沈哲的妈，是其中闹得最起劲的。蒋熙挥开2个女警官，看着我咬牙切齿：“周欣欣，你不得好死！”我耸了耸肩，不得好死的正躺在里面呢。蒋熙见讲不过我，愤恨地捏着拳头，转身朝警局外面跑去。我回到家里，打开电脑，拨通了某人的视频电话。时间赶得正巧，蒋熙刚刚到家里。熟悉的场景里堆满了人，男的女的，无论谁眼睛里都是算计。蒋熙看到沈哲妈正在把她的衣服首饰装进包里，顿时冲过去推倒蹲在地上的人：“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东西。”沈哲妈回头：“什么你的东西了？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里边的东西都是我的。”蒋熙把里边的东西全部拿出来，想要塞回衣柜，却恍然发现家里几乎要被搬空了。“我要报警抓你们！一群小偷！”另外几个大叔突然啧声：“这房子又不是你的，你报警有什么用？”闻言，蒋熙脸色微僵：“我是沈哲老婆，这房子怎么不是我的？”沈哲妈笑了：“你不就是一个小三吗？前段时间还上新闻了，真把自己当正宫住在这里不走了，证都没领吧，还说自己是沈哲老婆。”周围的几人都大笑。蒋熙咬着下唇，他摸着肚子，突然灵光一闪：“我肚子里有沈哲的孩子，孩子是有继承权的，这房子我有权处置。”还在搬东西的几个大叔突然对视，他们默契地靠近蒋熙。蒋熙脸色煞白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不要过来！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沈哲这些亲戚刚才已经达成协议，怎么分这些东西都说好了。半路杀出个蒋熙，他们能够获得的利益大打折扣。”大叔几个还在靠近。蒋熙此时真的害怕了，他不顾一切地往外冲。几个人没拉住蒋熙，蒋熙冲撞的动作太过猛烈，脚崴重重地撞在玄关的鞋柜上，他摔在地上，发出一声惨叫：“我的肚子好痛！”房间里的几人被这场面吓住，他们其实就想抓住蒋熙威胁一下，根本没想闹出事来。此时，蒋熙的身下开始渗出血液。之后赶来的物业打了120。据我雇佣的那个人说，最后蒋熙的孩子没有保住，自然沈哲剩的那些钱也一分归不了他。蒋熙把所有的仇恨归结于我，几次3番找上门，还真被他知道一点蛛丝马迹。不过，是我故意让人透露给他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周欣欣，
抓到你了！我知道发视频的背后主使是你了。福山庙肯定也是你的阴谋。”此时，蒋西精神已经有点不正常了。他报警抓我，却反而被警方扣在审讯桌上，因为他企图伤害我的举动不止一次。警官表情严肃：“不好意思，周女士，你可以走了。”我点点头。蒋西突然慌了，在椅子上大叫：“他是杀人凶手！你们怎么可以把他放了？快点抓起来，抓起来枪毙呀！”身后蒋西的声音越来越远。警方已经通知他的家人和精神病院来接人了。而我回到家里，从隐蔽的相框背后抽出了一封信。沈哲死亡时间：11月23号下午3点31分。请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封信的存在。上面印着福山庙的印章。我收到这封信是在7周年的第2天。福山庙逐渐荒废，里面的人也在某天不见了。离奇死亡的人越来越少。信息化的时代，人们关注的是更新换代很快，这查不出来的案子也都被尘封在人们的回忆里。大多数人把这件事当作了奇谈。又过了很多年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庙走红，媒体大肆报道，人们像忘记了以前的教训，开始纷纷和自己的爱人跑到树下誓约。